在所有徒手动作里，俯卧撑应该算是门槛很低、收益却很高的一个动作了，能同时练到胸肌、肩、手臂以及核心。而这几个部位往往是最容易看出训练痕迹、最容易显壮的部位。那么如何练俯卧撑效果最好呢？像我们平时最常做的常规俯卧撑，它的胸肩手臂受力会比较的分散，可以说全面，但具体部位的针对性不强。所以这期视频我会教大家几个俯卧撑的变式，只需要在常规俯卧撑的基础上做一些微调，就可以更有针对性的去侧重强化胸、肩和手臂肌肉。另外，如果你常规俯卧撑目前还没有解锁，或者动作尚不规范，可以先戳这期视频。侧重胸肌的话，可以采用宽距俯卧撑。宽距俯卧撑的双手间距约为2倍肩宽，相比起常规俯卧撑，它的阻力比更长，而且削弱了肱三头肌的辅助，可以让胸肌吃到更多的力。但这里有个细节需要注意，随着双手间距的增加，你依然需要保持大臂和躯干处在一个合理的锐角范围内，并同时将手指的朝向指向斜前方或者外侧，来避免肩部跟手腕的压力，而且这样的胸肌发力感也会更好。此外，如果力量允许的话，你还可以在动作后半段增加一个双臂合拢的动作，同时在顶端挤压夹胸，来加大胸肌的收缩程度。第二个动作是双脚垫高俯卧撑，是在常规俯卧撑的基础上将双腿的位置垫高，这样可以把常规俯卧撑主要刺激的胸肌中下部转移到胸肌的中上部，来让上胸更加的饱满。上胸饱满会让胸肌整体看起来更加的厚实，穿衣服也能撑起来。在没有哑铃和器械的帮助下，如何把肩尽可能练大一些呢？就用这个动作，派克俯卧撑，也叫折刀俯卧撑。在常规俯卧撑的基础上，把臀部给抬高，形成一个向下的冲程，目的就是去模拟推肩的动作，让三角肌吃到更多的力。做这个动作可以用俯卧撑支架来给头部留出更多的空间，从而增加动作下半段的行程，达到更好的刺激效果。第二个动作是腰间俯卧撑，也叫冲肩俯卧撑，双手支撑在靠近腰部的位置，这里我建议将手指朝向后方，来减少腕部的压力。腰间俯卧撑对三角肌前束的刺激非常强，动作的形成主要覆盖了肩躯的下半部分，所以正好可以跟前一个动作，也就是派克俯卧撑做一个肩部组合。因为派克俯卧撑的形成主要是肩躯的上半部分，这样一来，它们两者就能相互补充，把动作形成发挥到最大，对肩部的刺激效果就更加全面。俯卧撑对手臂肌肉的强化主要在于肱三头肌，而肱三头肌正好又是大臂体积的主要贡献者，所以强化肱三头对手臂维度有更大的增益。一般来说，窄距俯卧撑是个练手臂很好的动作，它需要将双臂贴紧躯干来做俯卧撑，这样三头可以有非常强的刺激。但我通常还会将双手再往前挪一点，让小臂在动作底端时和地面的夹角再小一些，这样肘屈程度会更多，会进一步增加三头的受力。但如果你第一次做这个动作，建议还是从常规窄距俯卧撑开始。钻石俯卧撑需要两个手靠在一起放在胸前的位置做动作，肘屈的角度更大，三头的受力也会更多，所以难度上会比刚才的窄距变式要难一些。如果你做不了标准的动作，可以尝试用跪姿来降低难度。如果动作过程中感觉手腕有点拧，可以试着将双手前移，或者将间距稍微打开一点，这样可以释放一部分腕关节的压力。俯卧撑同样能训练小臂肌肉，尤其是小臂屈肌。我们可以在跪姿俯卧撑向上推起时，顺势将手掌撑起来，用掌指关节，也就是这个位置做一个短暂的支撑。这个动作建议用跪姿俯卧撑练习，因为小臂力量较小，用标准俯卧撑的话难度会过大，我们最好循序渐进，避免受伤。如果你自身体重比较大，建议改为在墙面上做这个动作。以上动作你可以每次挑3到4个，每个动作完成3到4组，每组做到15至20次。如果目前力量还不足以完成标准姿势，可以先改为用跪姿，或者去做前面我提到的俯卧撑解锁教程。